心此生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一日正是朝中大祭，贾母等入京便去了。先到下处用些点心小食，然后入朝。早膳已毕，方退至下处。用过早饭，略歇片刻，复入朝待中晚二祭完毕，方出至下处歇息。用过晚饭，方回家。如此每日入朝随祭，天天不在家内。大观园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，多在园中游玩。更有梨香院内的小官儿，当下各得其所，就如倦鸟出笼，每日园中游戏。众人皆知他们不能真旨，皆不大责备。哎，我想先洗，行吗？行，来，娘先给你洗啊。我自己来。什么你自己来？没见过这般偏心的，把你女儿圣水给我洗，我1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还不算，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，凭你，什么好人呢？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。这么点个小崽子也挑窈挑六，闲扯淡话。呸！要群的骡子似的。少乱嚷嚷，瞅着老太太不在家，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不会说了。都是这方官不省事儿，也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，会两出戏，倒像是杀了贼王，擒了反叛来的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恶些。怨不得方官，自古说物不平则鸣。他少学试卷的，在这儿又没人照看，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，如何怪得？这些给你自己洗吧，不要吵闹了。你个没良心的小蹄子，你！你老人家太不省事，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，我们让给他东西，你别去不自扫，去说他打他，他要在这里学艺，你也该打他不成？一日叫娘，终身为母。他攀上我就打他！别打他！小月，你快来！娘，我不会与人拌嘴，请问姓太急，你快过来见识他两句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且问你，别说我们这一住，你看满园子里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？自有景姑那姐弟们打的骂的，谁说老子娘要把周家管闲事儿了？我怎么管闲事了？这是我闺女，都像你这样管，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？越老越没了规矩。我怎么没规矩了？这是我闺女，给我了就得由我管。那前准娘来吵，你也来跟她学。你们放心，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，老太太又不得闲心，所以我没回。等两人消闲了，咱们痛回一回，大家把威风煞一煞才好。我不怕，什么老太太的，这是我闺女，我就得管。我管我闺女都不行了啊！宝玉才好了些，连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，你反打的人狼嚎鬼叫的。上头能出了几日门，你们就无法无天的，眼睛里没了我们，过两天你们都要打我们了。他不要你这干娘，他粪草埋了他不成？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呀？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榴肠子的，也是件大奇事。不能照看，反倒折错，天长地久，如何是好？什么如何是好？统统都撵了出去！不要这些个中看不中吃的。把一个莺莺小姐反弄成好打红娘了，这会子又不装扮，还是这么松呆呆的。就是，本来面目极好，倒别弄紧成了。麝月，我们来给她洗头。一时晚饭有了，方官的干娘也忙端饭在门外伺候。闺女，来，娘帮。这干婆子原系荣府3等人物，不过令其与他们将洗，皆不曾入内答应。我怎么就不能进去呢？这是我闺女。哎，这也不行啊！这婆子先领过麝月的排场，方知了1、2分，生恐不领方官认她做干娘，便有许多失利之处，故心中只要买转他们。都已经好了，还不给2样清淡菜吃，这稀饭咸菜要闹得多滋味啊！你给拿进去吧。
风光，进来。哎，好烫！菩萨，你这几日不结婚，就馋得这样。来，你也学着服侍，别一味呆酣呆睡的。口巾轻着，别吹上唾沫星儿。哎呦喂，他不老成，仔细打了碗，让我吹吧。出去！你让他砸了碗，也轮不到你吹呀！你什么空跑到这里格子来了？他不懂事，还不出去？他出去呀！哎呦，他那么小，出去帮帮他，走啊你！帮帮他！哎呦，你说瞎了心的，他不知道，你们也不说给他。我们撵他，他不出去；说他，他又不信。如今单累我们受气，你可信了？我们到的地方有你到的一半，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。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，还不算都去伸手动嘴的了。有眼光，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，就进去了。你们这帮老骚蹄子！好了，仔细生了气，你尝一口，可好了。你就尝一口吧。你瞧着我尝。给你。就是这样。好啦，怡红老太妃在大内偏宫停放21日后，方请灵入仙陵。这令离都来往得10来日，如今请灵至此，还要停放数日，方入地宫。故贾母带领邢、王夫人等离家送灵，须得1月光景。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，将2处庭院都关了，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。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一皆关锁，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她姊妹出入之门。每日林知晓之妻进来，带领10来个婆子上夜，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们做精打梆子，安插得十分妥当。如今且说探春同李纨受王夫人之托，每日早晨接到园门口南边的3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，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，凡一应执事媳妇的来往回话者络绎不绝。这日刚吃茶时，只见吴心登的媳妇进来回话。看他怎么说。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昨已告太太，太太已知。今天告姑娘奶奶来了。吴心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，如今她藐视李纨老实，探春是青年的姑娘，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，是他2人有何主见？前儿袭人的妈死了，听说赏银40两，这也赏她40两罢了。也不过如此吧，原来就这样啊！就是是。你先回来，且别支银子。我问你，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，有家里的和外头的这2个分别。家里的若死了人赏多少，外头的若死了人又是赏多少。
你且说2个给我们听听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赏多少，谁还敢争不成？这话胡闹！依我说，赏100倒好呢。若不按例，别说你们笑话，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。既这么说，我可得去查旧账了。此时可是记不起来了。你办事办老了的，还记不得，倒来难我们。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。若有这道理，凤姐姐还不算厉害，就算宽厚的了，还不快找了来我瞧？再迟一日，不说你们粗心，反向我们没主意了。查了账来，照规矩办。哟，小姑娘得发火了，还不快去！放下吴新登家的不说，且说宝钗春困已醒，起户视之，园中土润苔青。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。宝钗唤起湘云，湘云因说两腮作痒，恐又犯了性斑癣。云丫头怎么了？脸上痒痒的，怕是又犯了性斑癣。姐姐有蔷薇香没有？钱儿剩的都给晴儿了，我瞧瞧。平儿倒配了许多，我让婴儿去向她要些来。婴儿，哎，这一边，吴新登家的很快取了旧账回来。大嫂子，你看，这里明白写着，2个家里的皆赏过20两，2个外头的皆赏过40两。哼，纵有2个外头多赏的，也皆有缘故。你看这儿，一个是各省迁父母之旧，外赏60两；还有这儿，一个是现买葬地，外赏20两。我看看，祖宗手里的旧规矩，我须得按例处置。赵国基是家里的，赏他20两银子，把这账本留下，我们再细看看。是。你去说，你去说，没事没事，你去说。回姑娘。婴儿这边和蕊官2人顺着柳堤走来，因见柳叶才土浅碧，姿若垂金，他便一行走，一行编花篮，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，将花放上，却也别致有趣。随后来至潇湘馆中。哟，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呀？是我编的，送给姑娘玩的。还有这些呢，都给我的。怪大人在你手巧，这玩意儿却也别致。还有这些呢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，这些啊都是给姑娘的，多谢。子娟，哎，拿到我书房里去。这个也拿去挂上。知道了。我今儿好了，要出去逛逛。我们姑娘打发我来向姑娘要些蔷薇香呢。子娟，你去包一包，给婴儿带回去。知道了。蕊官，走了。你回去告诉姐姐，不用过来问候妈了。等我梳了头，同妈都往那里去，连饭也端了去，大家热闹些。姑娘，等等我。婴儿，你的蔷薇香，给。多谢姐姐。不用谢。吴新登家的没了脸出去，没一顿饭的功夫，这话就传到了赵姨娘耳朵里。忽见赵姨娘气哼哼地找到议事厅来。请看，这屋里的人该把我的头踩下去还罢了，姑娘，你该想想，该替我出气才是。姨娘这话说谁？我不解，谁踩姨娘的头？说出来，我替姨娘出气。姑娘现踩我告诉谁呀？我并不敢。
你不敢，你就给我装吧你啊！可别这么说了。你说说，这屋里我遨游似的熬到今天不容易吗？我啊，这回子又有了你和你兄弟，我熙然都不如了。都出去！我还有什么脸？都忙你们自己的去。连你都没脸了，别说是我了。原来是为这个，我说我不敢犯法违礼。祖宗手里的旧规矩，人人都依着，偏我改了不成？这也不但袭人，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，自然同袭人一样。这也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。依我说，太太不在家，姨娘安静些养神吧，何苦只要操心呢？我不安生，太太满心疼我，姨娘每每身世，几次寒心。我但凡是个男人，要是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。那个时候自有我一番道理。那你倒是早走啊！偏我是女孩家，一句不能多说。太太如今因看中我，才叫我照管家务，还没做一件好事儿，姨娘倒先来作践我。倘或太太知道了，怕我为难，不叫我管了，那才没脸。连姨娘也真没脸。娘，太太疼你，你越发拉扯我们。你倒好，只顾太太的疼，就把我们给忘了。我怎么忘了？叫我怎么拉扯？这也为你们个人。哪一个主子不疼处理得用的人？哪一个好人是用人拉扯的？姨娘别生气，这怨不得姑娘啊。她满心里想拉扯，可这嘴里怎么说得出来啊？这大嫂子也糊涂了，我拉扯谁了？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？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，与我什么相干？奴才，亏你说得出口！谁叫你拉扯别人了啊？你不当家，我也不来问你。你先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如今你舅舅死了，你多拿出来20-30两银子，难道太太就不依你了？分明太太是好太太，都是你们尖酸刻薄。只可惜太太的恩德无处使。姑娘放心，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。等明儿出了阁，我还指望你多照顾赵家呢。可如今倒好，玉王没长满，你这个忘了根本，直接勾这儿飞去了。谁是我舅舅？我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检点，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？我倒素习按理尊敬，越发记出你们这些心气来了。姑娘，嫂子你别管。你说他是我舅舅，那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？又跟他上学，为什么不拿出一个舅舅的款儿来？姑娘别说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何故来？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？别过2-3个月须出由头来，彻底的来翻他一阵，故意的表白，生怕人不知道，也不知谁给谁没脸。但凡糊涂不知事理的，早急了。哎呀，没法活了！这是干什么呀？姨娘快起来吧！没法活了，这是。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回话来了。姨娘，姨娘，来，平姑娘，哟，来啦！哎，你奶奶好些，我正要去瞧呢，就是没得空。你来做什么？二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，恐怕大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，若照常例只得20两，如今请姑娘裁夺着，再添些也使得。哎呀，你好好的添什么？谁又是24个月养下来的？你主子正个道巧，我先开了例，他做好人，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，乐得做人情。你告诉他，我不敢随便添减，要添他施恩，等他病好了出来，爱怎么添了去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？你这啊，宝姑娘来了。宝姑娘，哟，怎么了？难不成听见凤姐姐病了，探丫头就先哭死在这里不成？还不快去端水了？平儿见世叔不在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谢濯，亲自伺候。
奶奶姑娘家学里支还爷和兰哥的1年工费。你忙什么？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，你不出去伺候着，先说话来了。二奶奶跟前儿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？姑娘虽然恩宽，我却回了二奶奶，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。那时你们吃了亏，可别怨我。啊，我粗心了。哼，你迟了一步，还有可笑的。连吴姐姐这个办老了事儿的也查不清楚了，就来混我们。幸亏我们问她，她竟有脸说她忘了。我问她回你主子事儿忘了也再找去。哼，我料你那主子未必有那耐性儿，等着她再去找。她有这一回啊，保管她腿上的筋早折了2根。姑娘别信他们，他们那是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，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，固然是偷懒来混。哼，你们只管撒野，等奶奶大安了，咱们再说。姑娘，你是个明白人。就是啊。所以说一人做罪一人当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，并不敢欺骗小姐。如今小姐是教课，谁敢惹恼小姐？若认真惹恼了，岂不死无葬身之地了？很敢了，你们明白就好。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情多，哪里照看的这些，保不住不忽略。俗语说旁观者清，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，会有该添该减的去除，二奶奶没行到，姑娘竟依添减。头1件与太太的事有益，第2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谊了。好丫头，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她。本来无可添减的事，如今听你这么一说，倒要找出2件来斟酌斟酌，才不辜负你这话。我一肚子气，没人杀性子，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，偏他碰了来，说了这番话，叫我也没了主意了。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坐去！是。品儿坐吧，我们也坐。宝姑娘坐。怎么都忘了？环爷和兰哥家学里这1年的银子是做哪项用的？1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，每位有8两银子的使用。据我所知，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领了月钱的。环哥的是姨娘屋里领2两，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的袭人领2两，兰哥的是大奶奶屋里领。嫂子是不是？是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怎么每人学里又多出这8两银子？上学去是为这8两银子？依我说，从今儿起把这一项捐了吧。平儿，回去告诉你奶奶，我的话把这一条务必免了。早就该免，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，因年下忙就忘了。平儿回来，奶奶是没看凤姐因到这出好问何去这一日，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缘故细细说与她听。好个三姑娘，我说她不错吗？这场好戏偏我没看见。唉，只可惜她命薄，没托生在太太肚里。奶奶也说糊涂话了，她便不是太太养的，难道谁敢小看她？不与别的一样看了？你哪里知道？虽说庶出一样，女儿却比不得男人。如今有一种轻狂人，攀亲时先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，托有位庶出不要的，殊不知别说是庶出，便是我们的丫头，也比人家的小姐强了。将来也不知哪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儿，也不知哪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呢。奶奶虑的虽然长远，只是三姑娘若是出了阁，奶奶岂不是少了膀臂？
你知道这几年我生了多少神检的法子，一家子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。我如今是骑上老虎了，虽然看破些，无奈一时也难宽放。二则这家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多省检了，外人又笑话，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，家下人也抱怨刻薄。只是如今若不趁早料理省检之计，只怕再几年就都赔尽了。可不是这话吗？将来还有3、4位姑娘，还有2、3个小爷，1位老太太，这几件大事未完呢。我也虑到这里，倒也够了。宝玉和林妹妹她2个一娶一嫁，可以使不着管仲的钱。老太太自有梯级拿出来，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，也不算。剩了3、4个，满破每人花上1万两银子。还根娶亲有限，花上3000两，不去哪里省一敏子也就有了。老太太试出来，银也都是全了的。不过零星杂项，变费也满破3、5千两银子。如今再省减些，陆续也就够了。只怕如今凭空再生出1、2件事儿来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便如当年东府里，传饭吧。大嫂子，你可记得年内赖大家请吃酒的事儿？怎不记得？我看他家的花园子却好，虽不及咱们的大，收拾的倒还齐整。宝姐姐可还记得？是啊，还没咱们这一半大，花草树木也少多了。想是胜在家下人用心照管之故。那宝姐姐可知道她家为何便有那样的耐心照管那园子？我却不知，这是为何啊？我呢，因和她家女儿说闲话，谁知那么个园子，除了他们带的花、吃的笋菜鱼虾之外，一年还有人包了去，年终足有200两银子剩呢。是吗？果真如此。从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，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。真高粱王气之谈，偏你雅的紧。依我说呀，在咱们的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1半，加1倍算，一年就有400两银子的利息。可不是？是啊。若此时生发银子，自然小气，也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儿。若此时再派出2个一定的人来，既有许多值钱之物，一味任人作践，也似乎暴殄天物了。正是呢。那依你如何啊？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，拣出几个本分老成、能知园圃的，派准他们收拾料理，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，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。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，花木自有1年好似1年的，也不用临时忙乱；二则也不致作践，白辜负了好东西；三则老妈妈们也可以借此小补，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；四则亦可以省了花匠、山子匠们打扫人等的工费，将此之余以补不足，未为不可。善哉，3年之内无饥馑矣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这么一行，太太必喜欢。既如此，何不将管事的管家娘子们都叫来，咱们商议合适人选？虽如此，凤丫头那里总要说一声才是啊，所以才叫平儿吃了饭快来呢。你且吃了饭，快听他商议什么。我正愁没个绑臂，虽有个宝玉，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。大奶奶是个佛爷，也不中用；二姑娘更不中用，况不是这屋里的人。四姑娘小呢，懒小子更小，环儿更是个撩毛的小冻猫子，只等着热灶火坑让他钻去吧。真真的，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天旋地隔的2个人来，想到这里我就不服。
再者，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，偏又都是亲戚，又不好管咱们的家务事儿。况且，一个是美人灯，风吹吹就坏了；一个是拿定了主意，不干己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，也难十分去问的。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了。正是呢，又是咱家的正人，太太又疼他。若不是赵姨娘那老东西3日5日的闹，何至于面上总是淡淡的？没眼色的，还不把你平姐姐的饭端来？如今他既有这个主意，正该和他协同。大家做个绑臂，我也不孤独了。按正理、天理、良心上论，咱们有他这个人帮着，咱们也省些心。于太太的事也有益。若按私心藏奸上论，我也太心毒了，也该抽头退步。咱们两个才4个眼睛2个心，一时不防倒弄坏了。趁着这个空，他出头一料理，众人就把往日对咱们的恨暂可解了。奶奶何时把自己小瞧了？你要我看破些，我听着吧。只是如今俗语说，擒贼必先擒王。他如今要做法开端，一定是先拿着我。倘或他要驳我的事，你可别分辨，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事才好。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，和他一犟就不好了。你太把人看糊涂了，我才已经心在先，这会子又反嘱咐我。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，一概没有他人之故，不得不嘱咐。既已行在先，更比我明白了。你又急了，满口里你呀我起来。偏说你不依，这不是嘴巴子。再打一顿，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？你这小蹄子要颠多少过子才罢？看我病成这样，还来怄我。当下，婴儿让蕊官回去，把蔷薇箫交给了湘云。正值春燕和她娘来恒无怨，蕊官便拿出一包，悄悄托春燕带回去，送给方官擦脸。蕊官给的。真香啊！方官，方官，哎，来了，去吧。哎，二爷叫我做什么？倒茶。哎，你手里拿着什么？是蕊官送给我的蔷薇箫，擦春选的。快拿来给我。亏他还想得到。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，给我一半呗。别动这个，我再另拿些来。快取了来。哎，麝月姐姐，哎，奇怪，早些蔷薇箫还剩了些，如何没了？不过是这屋里的人一时短了用了，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，他哪里认得出来？快打发去了，咱们好吃午饭啊！哎，
原来贾环趁贾政不在家，且王夫人等也不在家，连日也便装病逃学。如今得了消，兴兴头头的来找彩云。哎，彩云，过来。哎，我得了一包好了，给你擦脸。来。你常说蔷薇香擦春雪比外边的银硝强，你且看看，可是这个？你和谁要的？红棍啊！他们哄你这香老呢，这不是硝，是茉莉粉。你闻闻。哎，这也是好的，小粉一样的。哎，留着擦吧，姿势比外边买的高便好。有好的给你，谁让你要去了啊？紫苑他们耍你，依我拿了去，照脸摔给他。趁着这会子撞尸的撞尸去了，挺床的便挺床，吵他一出子，大家都别心计，也算是报仇。这又是何苦呢？不管怎样，忍耐些罢了。你快休管，横竖与你无干。给我！哼，趁着这会子抓住了你，骂个那些浪姨父们一顿也是好的。呸！这个下流没良心的东西啊！你只好受那些毛崽子的气。明白？我说你一句啊，我无形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，你就会扭头不进的蹲睡你，你就会蹲睡你。王氏哥哥，你不敢冲撞他也就罢了，难道他屋里的猫狗你也不敢去我们？你这么会说，你就不敢去？糟糟传说的让我寻的，闹出来人家打我一顿，你要心疼？罢了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这会儿你受了那些毛崽子的气也就罢了，明儿你想这屋里的人还怕你呢啊！我都替你羞！你不怕三姐姐，你敢去？你敢去我这府里？嘿，我肠子里爬出来的东西，我再怕不成了我？探春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，大家参夺，大概定了几个，平儿又将他们一齐传来。我说是白走一趟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奶奶心有不依的。如此，那大家商议起来吧。你们也是。姨奶奶来了，什么事这么忙？你干什么？你是我姨奶奶学戏的，不过娼妇饭头之流。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，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了啊！宝玉要给我们华人东西，你拦在头里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？他这个哄他，你只当他不认得呢。没了消我才把这个给他的，若说没有，又恐他不信，难道不是好的？不好，他们是手足，都是一样的主子，哪有你小看他的？我便学戏，也没往外头去唱。我一个女孩家，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。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，我又不是姨娘家买的，你没想拜把子，都是奴婢呢。你休胡说，奶奶，我，奶奶，阿弥陀佛，还有今天，这才叫活该呢。就是。别和小孩子来计较，等我们说他。别管他们，让他们闹去，看怎么开交。如今乱为王呢，你也来打，我也来打，都这样起来，还了得呢？这不行啊！哎呀，王官，小奶奶，好了，去找三姑娘去，快去！我从潇湘馆过来，接纳一片竹子，不知你们谁在行？我行。那片竹子单交给我，1年的功夫又是一片，除了家里吃了笋，1年还能交些钱粮。只可惜恒芜院和怡红院这2处大地方，竟没有出利息之物。恒芜院更厉害，
如今的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，不都是这些东西？算起来啊，比别的利息更大。到底是大嫂子细致呢。怡红远不说别的，单只说春夏2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，还有篱笆一带的蔷薇、月季、宝香、金银藤。但这些没要紧的花草干了，送到茶叶铺、药铺去，也值几个钱。还是大奶奶想的周到。原来如此，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呢。这个我行，这个我最好。你不厨房做饭的吗？谁说的？我原先就是种香草的。你当在厨房里种小白菜呢？小白菜怎么了？我也会种香草啊。跟着宝姑娘的婴儿，他妈就在行。是啊，我妈妈的娘家原来就是做这个的，在当地还是最有名的呢。我才在你就捉弄起我来了，这是为何？你们这里多少使不了的人，一个个都闲着，我反倒弄一个来。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怡红院有个老叶妈，是明烟的娘，你们只教育她就是了。她又不懂如何使的。她虽不懂，奈何是婴儿的干娘，有了事自然去找婴儿的娘商议了。那是他们的私情，便有闲话也怨不到咱们身上。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对，还有哪一处呢？你们可有了主意？哎，姑娘，在桃花源有一大片的果树林呢。还有什么地方？五香府还有一大片的芍药园呢。哎，姑娘，还有清风系的藕、莲蓬，那还有一大片的芦苇呢。这么多地方好的，还有大片的荷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草原里还有大片的蔷薇呢。蔷薇也是。如今既各自分了营生，便各自好生经营吧。其他小官们也得了信，只顾他们情分，不顾别的，一起跑入颐和园中。这是他的打我！奶奶别打了，有委屈好好说。这屋里的事如何使得？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暴雨，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结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。
心。